木星跟土星在你的人类图上是如何影响你的。欢迎回到聊人类图，我是小克。今天要继续的是人类图行星系列，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土星跟木星这两颗行星呢，因为它的运行周期比较长，所以也被称为社会行星，就是它跟比较整体的社会规范啊，或是运作机制是有一些关联的。在你的人类图里面，这两颗行星它是有相互协作的关系，可以把他们两位视作是你人生的导师跟人生的教官。那这两颗行星在你的人类图上面是怎么影响你的呢？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木星，它代表的是你的内在的法律以及持续支持你的能量。打开你的人类图，看看你的个性水晶跟设计水晶各是落在哪一个闸门爻线上，这个爻线就代表的是你内心深处认为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当你活出木星的能量的时候，木星就会供给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它才会在占星学上面是有一个非常幸运的象征。不过这一股幸运的能量，它当然也是一体两面啦。当你感受木星带给你的幸运的时候，如果你就开始自得意满或是好高骛远、过度膨胀的话，那你反而会被这一股幸运的力量给反噬了呢。所以在享受木星能量带给你的乐观跟机运的同时，也别忘了要保持一颗谦逊的心，保持你的觉察，时时回到你的内在权威与策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你的人生教官土星。在占星学上，其实大家对于土星都是一个比较限制啊、严厉或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能量。在人类图里面，土星是虽然严格，但是又充满智慧的专属于你的人生导师哦。而每一个人的课题不一样，就是打开你的人类图，看看你的土星的这两颗红色跟黑色的星座是落在哪一个闸门爻线上面，去翻看它的爻辞，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常常遇到要学习的这个课题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么多的限制、这么高压的环境中，然后就会获得专属于土星要给你的人生智慧。相较于木星，土星听起来是一个充满限制跟压力的能量。不过说实话，其实土星跟木星，它们一个代表的就是你内在要去追寻的这一个哲学价值跟世界观。而土星呢，就是在你前往这个木星的能量的时候，时时在帮你做修正，给出你一些限制，让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人生教官。你必须要遵守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些规则，你才可以获取到木星幸运的能量。所以总结来说，你可以把木星想象为它提供了一个愿景跟方向，它也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环境让大家去执行，而且可以获得你想要获得的资源，去实现你的内在的法律。而土星则是提供了实际的结构还有现实的考验，确保你的木星扩张的能量不会无限制的自我膨胀下去，它是在一个规范底下可以好好的运作，而且会获得专属于你这辈子要学会的课题与资源。综合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从3个面向来练习运用木星跟土星的能量。第一个就是觉察木星的指引，多留意你内在对于正确性与远见的声音。第二点是学习拥抱土星的纪律，把土星的能量视为一种自我修炼的机会，明白限制是有其帮助的，而且是值得学习的课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你的内在权威与策略，唯有你把人生的主导权交还给你的身体，跟随你内在的声音，你才能够很好的在正确的时机运用木星跟土星的能量，在人生的这个关卡上顺利的过关斩将，而且不断的升级加分哦。今天讨论木星跟土星的节目内容就先到这边咯。接下来的行星系列最后我们会讲的是三王星、冥王星、天王星跟海王星。这个行星系列的节目呢，是由我们人类图共学社频道会员许愿得来的一个主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观看完整且深度的人类图行星系列的解说影片的话，也欢迎每个月60元台币，你就可以加入人类图共学社的频道会员，就可以看到更多人类图进阶的知识内容影片咯。如果喜欢本集的内容的话，也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